这次在南京赏秋，也顺便参观了一下大名鼎鼎的总统府。南京总统府这个地方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，也是中国近代建筑遗存中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。南京总统府自近代以来多次成为了中国政治军事的中枢、重大事件的策源地，中国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在这里发生过。跟着我一起参观一下这个总统府，用这个旅途随身听解说一下吧。大堂是总统府的主体建筑，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式建筑。这里原来是太平天国的寝室。到这种地方参观，一定要听导游讲解，或者这个旅途随身听。我这个旅途随身听是安装在手机软件里的，非常方便。这次在南京很多地方都用上了。这是在讲总统府的几百年历史。后来到了1912年的元旦，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典礼。南京总统府有600多年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明初，包括清代也被批为江宁织造署，康熙、乾隆、南巡都以此为行宫。太平天国定都天津后，再次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天王府。1912年1月1日，孙中山再次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辟为了大总统府。后来这里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总统府，所以这里具有悠久的历史，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博物馆。总统府里面有好几条参观线路，这是中轴线的大堂。大堂陈列着很多重要的历史图画。大堂中央有“天下为公”4个字，孙中山书写的。中轴线也是主轴线，这里有门楼、大堂、二堂、八字厅、会客厅、政务局楼、子超楼等很多的大建筑组成。中轴线的两侧有很多的陈列馆，这边是革命历史陈列馆，打过长江去，红旗插上了总统府。这里陈列的是百万雄师过大江。这里还有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和很多历史陈列。这是当时的大礼堂，现在里面也是很多的图片展览。继续沿着中轴线往里走，这个中区主要都是国民政府、总统府和所属机构的一些办公场所。从1912年孙中山在此宣誓就职，一直到解放，这30多年有太多人在这里工作过。这是总统会客厅。继续往后走是原来的政务局，这里有很多展览，这里有很多历史的老照片，表现了很多民国时期的一些有意思的图片。这些照片以前也是比较难看到的，表现了当时很多百姓的生活场景。再往前走就是中轴线区域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子超楼。这个子超楼就是总统府的办公楼。之所以叫子超楼，是因为当年纪念林森而起的。林森字子超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，其实在民国时期是非常重要的。他担任了长达12年的国民政府主席。这个楼里是很多当年重要人物的办公室。这个是李宗仁的办公室。前面的房间围了这么多人，这间房就是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。这里复原了当年办公室的原貌。注意一个细节，他的办公桌是斜着放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整个总统府的建筑面积达到了9万平方米，除了中区这些国民政府、总统府的一些主要建筑，旁边还有2个区域。东区主要有行政院、桃林2公祠、防空洞等等，可看的东西并不多。另外就是西区，
西区可看的东西非常多，这里有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办公室、西花园、起居室等等。而且这边有很多传统的江南园林，建筑也是近代西风东渐的一些建筑遗存。所以如果不喜欢历史，到这些花园里转一转也非常的好。尤其是我参观的时候，这里还有很多彩林、红叶。现在看到的是西区的中山广场。西区这条线的建筑是以展现孙中山的业绩为主，后面这个就是大总统的办公室，建筑风格很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。后面是一个办公楼，里面现在是当时的一些史料展览，当时的一些历史照片。现在来到的是总统府的西花园，这里也叫旭园。这里都是江南古典园林，非常的漂亮。其次，江南古典园林的特点就是花木众多，自然旭园也不例外。旭园春有紫薇，夏有莲花。尽管是一幢中式园林建筑，因为雨水落在梧桐叶上啪啪作响而得名。这里是当年洪秀全与部下商议国事的地方，梧桐的桐和同心的同谐音。太平天国时期，因为战争不断，洪秀全希望大家齐心协力，共同对敌。不系舟，我都是边走边听手机里的解说。而是一艘用青石砌成的石筏，现在已经成为了旭园的标志。关于这个不系舟，有一段丰富的历史故事。1751，清朝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，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为了迎接乾隆皇帝，将旭园改建成了乾隆的行宫花园，把原来的水上书斋重新修建为石筏。当时乾隆皇帝来到南京后，看到了这个创意，非常的高兴，提笔写下“不系舟”3个字，希望人民安居乐业，天下太平安康。大清江山和这个不系舟一样，任凭风吹浪打，永不动摇。眼前的这个不系舟石舫是大院最古老的遗留建筑，名字是乾隆亲赐的。现在看到的是太平湖，这里也是西花园的中心。左侧的是建在这个太平湖上的西家楼，右侧的是这个望飞阁水榭，一派江南园林风光，非常的美。来到西家楼上，从这里看去，湖边还有其他的建筑。前面的是倚兰阁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总统府这边的西花园，这也是来总统府参观的意外惊喜吧。西花园继续往后走，还有很多的建筑群。这里是孙中山的起居室。1909年，这里原本是清朝两江总督署高级幕僚的住所。这座建筑面积虽然不大，却有着典型的江南园林建筑的特色。这个就是孙中山的起居室。其实如果要详细的游览总统府，半天时间恐怕都不够，或者说看了也记不住。不过只要记住你游览了总统府的门楼、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办公室、紫超楼就是总统办公楼，还有西花园里的不系舟等好几个江南园林的景点，我觉得就够了。这是从总统府的出口出来，有一条不错的游览街巷，很多地方都可以打卡拍照，在这里吃饭也不错。看这里有一个南京大排档，
参观了总统府之后，我还去旁边的六朝博物馆参观了一下，其实还给了我一个挺大的惊喜。以后如果有时间，我也整理编辑一下拍摄的六朝博物馆。下一期带大家参观一下南京博物院，这也是很多网友强烈推荐的。我是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，来日本的京都赏枫已经1周多了，不过一期视频还没有发出。其实我这次来京都赏枫，感觉枫叶季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其实看了视频马上想来，估计也不是最佳时机了。加上南京赏秋的视频一直还没有完全发完，干脆就不着急制作了。南京的视频我还有2、3期，尤其是总统府和南京博物院的视频，做起来比较麻烦。今天又出去跑了一天，来不及做这2期视频了，也不想停更，干脆发一期这种小视频吧。这个视频就是在京都赏枫的几个小片段，就作为即将播出的日本赏秋之旅的先导片吧。